朋友们，晚上好。今天咱们来聊一个穿着龙袍下葬，离武则天只差半步的狠人。这女人死了，身上穿的却是只有皇帝祭祀才能用的衮服。满朝文武全像锯了嘴的葫芦，连个屁都不敢放。因为她活着的时候，把这帮自视甚高的文官按在地上摩擦了整整11年。她就是大宋朝唯一一个被史书盖章认证为女中尧舜的刘娥。咱们把时间倒退60年，看看这个差点掀翻大宋赵家牌桌的女人，开局拿到的是一手什么样的烂牌？在四川成都的街头，一个15岁左右的小姑娘，面黄肌瘦，手里摇着个破拨浪鼓，在人堆里卖唱。这就是刘娥，标准的社会底层流浪儿，爹妈死得早，从小跟着外祖父走街串巷讨生活。那个年代，一个孤女想活命，出路少得可怜。为了吃口饱饭，她嫁给了一个手艺人，叫龚美，是个打银子的银匠。可属地再好，赚的也是碎铜烂铁的辛苦钱。龚美觉得在老家实在混不出头，决定带着年轻的老婆去大城市碰碰运气。就这样，这对底层小夫妻成了大宋朝的北漂。他们一路风餐露宿，走到了大宋朝的权力中心开封。到了开封，满眼繁华，但现实很快浇了一盆冷水。京城居大不易，物价高得离谱，两个外地盲流，没权没势没熟人，银铺子根本开不下去。眼看连买个炊饼的钱都没了，两口子马上就要饿死在天子脚下。人在快饿死的时候，道德和脸面是不起作用的。这时候，龚美做出了一个冷血到骨子里的决定。她看着身边容貌出挑的老婆，心一横，直接把她拉到人声鼎沸的大街上，插上草标，当成一件二手货给活活发卖了。你仔细品品那个画面，一个15岁的小媳妇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口，周围全是不怀好意的目光，任人像挑牲口一样上下打量。换做一般女人早就精神崩溃了，肯定得坐在地上哭天抢地，大骂男人没良心，甚至一头撞死在墙上寻死觅活。但刘娥没有，她出奇的安静，没有眼泪，没有控诉，因为她从小在街头摸爬滚打，早把底层人性的冷暖看透了。眼泪换不来米饭，哭闹只会招来毒打。在她看来，跟着龚美已经是死路一条，眼下被发卖不过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换个老板，说不定还能有口热饭吃。只要能活下去，哪怕跌进泥潭，也比饿毙在臭水沟里强。这就是刘娥骨子里的生存本能，一种为了活命可以咽下所有屈辱的清醒。就在这个时候，改变大宋朝历史轨迹的一个男人出现了。这人叫张痤，是大宋朝三皇子襄王赵恒的贴身保镖兼心腹。这位襄王赵恒，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当时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他有个特殊的爱好，特别喜欢四川妹子。他跟手下人发了话，让你们去给我物色个极品属地佳人。张成这小弟很懂事，在街上溜达的时候，一眼就看中了正在被拍卖的刘娥。他花了一笔小钱把刘娥买下来，洗干净之后直接送到了襄王府上。那一年的赵恒17岁，刘娥15岁，一个是大宋朝高高在上的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一个是被老公卖掉的街头二婚卖唱女。两人不仅阶级地位天差地别，相遇方式也足够荒诞。可历史就是这么邪门。赵恒见到刘娥的第一眼，魂儿就飞了。刘娥虽然是个底层的普通百姓，但长得是真漂亮，而且在街头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她身上有那种宫廷深闺女子根本没有的野性和机灵。她太懂得察言观色了，太知道怎么拿捏这些锦衣玉食的公子哥了。从此以后，襄王府的卧房里夜夜笙歌，赵恒简直像着了魔一样，连大门都不出了。
整天就跟刘娥腻歪在一起。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刘娥这辈子最安稳的时光，她终于不用挨饿了，而且傍上的还是大宋朝顶流中的顶流。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赵恒这种纵欲过度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引起了老爹的注意。他老爹可不是一般人，那是俯生烛影里走出来的狠人宋太宗赵光义。有一天，赵光义看着自己儿子上朝时眼窝深陷，走路打飘，一副被掏空的虚弱模样。这老狐狸微微一眯眼，马上把赵恒身边的太监叫过来审问。皇帝一发火，太监哪敢瞒着，竹筒倒豆子一样把刘娥的事全说了。赵光义一听，直接掀了桌子。堂堂大宋朝的皇位继承人，未来的国家接班人，居然被一个结过婚的街头卖唱女迷得神魂颠倒。这要是传出去，大宋朝的脸面往哪搁？老爷子一道圣旨砸下来，命令赵恒立刻把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赶出京城，永远不许再见。同时，为了断绝儿子的念想，赵光义顺手给赵恒指了一门婚事，把大宋朝顶级名将潘美的女儿赐给他当正室。面对亲爹的雷霆之怒，赵恒怂了，他毕竟是个靠爹吃饭的继承人，真要惹火了老爹，这皇子的位子分分钟得换人。按理说，刘娥的后宫体验卡到这儿就该彻底到期了。一个没权没势的弱女子被大宋朝最高统治者下了逐客令，这在当时基本上就是社会性死亡，只能找个荒山野岭等死。但刘娥要是就这么认命了，她后来也就掀不起那么大的风浪。赵恒呢，也舍不得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女人，他背着老爹干了一件抗旨要掉脑袋的事。他没有把刘娥赶出京城，而是悄悄把她转移到了张罗的家里，在那儿买下了一个隐秘的院子，硬生生把刘娥藏了起来。这一葬就是整整15年。15年是个什么概念？对于古代女人来说，这就是一辈子最黄金的青春岁月。一个15岁的少女，硬生生熬成了30岁的半老徐娘。换成一般的姑娘，被关在一个见不得光的院子里，当个随时可能被抛弃的地下情人，早就心理扭曲或者自暴自弃了，天天一哭二闹三上吊，抱怨男人没良心。但刘娥没有，这15年里，她干了2件事。第一件，给自己扫盲充电。刘娥是个文盲，街头卖唱的哪认得字，但她敏锐地意识到，想拿捏住未来大宋朝的最高掌权者，光靠床上那点功夫是远远不够的，色衰必然爱弛。他让赵恒给他找书，找老师，琴棋书画，经史子集，在幽暗的院子里发疯一样的学。等他再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已经从一个文盲村姑变成了一个能和皇帝彻夜谈论国家大事的高级政治顾问。第二件，帮着赵恒建立地下情报网。你绝对想不到刘娥是怎么操作的，她居然把自己的前夫哥，那个把她卖掉的银匠宫美，给重新拉入了局。这操作简直绝了。刘娥不仅没恨宫美，反而认他当了哥哥。宫美直接改名叫刘美，成了刘娥在体制外的白手套。这兄妹俩，一个在暗处运筹帷幄，一个在明处结交京城的达官显贵。你想想，赵恒当时虽然是皇位继承人，但老爹脾气暴躁，又极具掌控欲。当太子的每一天都是在走钢丝，赵恒战战兢兢地熬着，生怕哪天稍微犯点错就被亲爹给废了。满朝文武的眼睛也都盯着他，完全没有自由。所以赵恒自己不方便出面拉拢的人，不方便打听的情报，全靠刘美在外头搞定，然后通过刘娥的枕边风传进赵恒的耳朵里。这哪里是什么金屋藏娇，这分明是给未来的大宋皇帝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地下党支部。赵恒惊恐地发现，这个被自己包养的女人不仅是个绝佳的玩伴，更是个手眼通天、
头脑极其冷静的政治搭档。他对刘娥的感情彻底从肉体上的迷恋上升到了灵魂深处的极度依赖。公元997年，熬瞎了无数人眼睛的老皇帝赵光义终于闭眼了。赵恒顺利接班，也就是大宋朝的第3位皇帝宋真宗。老爹一死，赵恒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把藏了15年的地下情人刘娥接进皇宫。这一年，刘娥30岁，在那个14、15岁就当妈的年代，30岁进宫当新人，简直就是后宫里的高龄员工。而且当时的后宫是个什么神仙打架的局面。正宫娘娘郭皇后是名门望族出身，其他大大小小的妃子不是将门虎女就是宰相千金，人家背后站着的是整个大宋朝盘根错节的政治资源。刘娥呢，孤家寡人一个，履历上还写着结过婚，要过饭。满朝文武看着这个履历都觉得辣眼睛，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老女人顶多也就是皇帝念旧情，给个名分养着罢了。在后宫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绝对活不过3级。但是所有人都低估了刘娥这15年地下蛰伏修炼出的政治内功。进入后宫后，刘娥根本不去跟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妃子争宠吃醋，她太清楚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了。赵恒是个性格有点软弱，甚至有点轻微神经衰弱的皇帝。他每天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面对朝堂上那帮整天引经据典跟他吵架的文官集团，经常感到力不从心，头疼欲裂。这时候刘娥就出手了。别人在皇帝面前只会扭捏作态聊风月，刘娥却能安安静静地坐在赵恒身边，帮他分类整理奏折，甚至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务上的漏洞，给出极其务实的处理意见。他不但是赵恒的灵魂伴侣，更成了大宋帝国最高管理者的贴身机要大秘书。赵恒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这个女人了，不管前朝遇到多大的麻烦，不管被言官骂得多狗血淋头，只要回到刘娥的宫里和她聊上几句，心里就踏实了。就这样，刘娥在后宫的地位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窜，从最初的4品美人一路升到了从1品的修仪。老天爷似乎也站在她这边。没过几年，那位出身名门的郭皇后病死了，后宫一把手的位置空了出来。赵恒做梦都想把刘娥推上皇后的宝座，名正言顺地让这个陪伴自己度过最艰难岁月的女人母仪天下。可是当赵恒在朝堂上刚刚透出那么一点点口风的时候，满朝文武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炸锅了。那帮文官集团的唾沫星子差点把赵恒给淹死。大臣们的理由很充足，也很直击灵魂。第一，出身太监，大宋朝丢不起这人。第二，也是最致命的一点，没有子嗣。你一个连蛋都不会下的女人，凭什么霸占国母的位子？这在讲究母凭子贵的大宋政治生态里，是个根本无法反驳的死穴。刘娥陷入了绝境。时间一天天过去，她已经快40岁了。在那个时代，这就意味着她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再生育了。这就好比你在公司里拼死拼活干到了副总，老板也想提拔你当总经理，但是董事会死死卡着你的学历不放，而你已经过了能考大学的年纪。这是一种让人绝望的生理性死局。换做别人可能就认命了，当个宠妃安度晚年也不错。可她是刘娥，是从大街上要饭一路杀进大宋皇宫的顶级捕食者。既然老天爷不给我发牌，既然满朝文武要看我的肚子，那我就自己造一张谁也无法拒绝的王牌。于是一场惊天动地，被后世编排成无数鬼神戏曲的惊天大阴谋，就在这个40岁女人的脑子里成型了。这就是后来在民间戏台上唱了上千年的狸猫换太子。其实你现在去听那些老戏文剧情，那叫一个扯淡。说刘娥弄了一只剥了皮的死猫，血呼啦嚓地塞进李妃的被窝里，把刚出生的皇子给换走，
还派人去杀人灭口。这种地摊文学级别的宫斗手段，简直是对大宋朝政治家智商的侮辱。你想想，那是皇宫内院生孩子，是国家最高机密级别的项目，接生的稳婆、太医、宫女围了一屋子，你从哪儿弄只死猫进去，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个大活人婴儿给调包了？这不是侮辱皇帝的智商，这是把整个大宋朝廷当成盲人按摩院了。真实的狸猫换太子，根本没有那么多血腥的恐怖画面，只有一场冷冰冰的、令人窒息的权力交接。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刘娥身边有个贴身丫鬟，姓李，这李氏平时就是给刘娥端茶倒水的。有一天，宋真宗赵恒来刘娥宫里溜达，看上了这个李氏。至于是不是刘娥为了借腹生子故意安排的，这事儿史书上没写明，但凭刘娥那颗千锤百炼的大脑，你很难相信这只是个巧合。总之，李氏怀孕了，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大概是1010年的时候，李氏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这就是后来的宋仁宗赵祯。老赵家终于有后了，赵恒高兴得差点脑充血。但接下来的操作才真正展现了什么叫顶级政治玩家的冷血与默契。孩子刚落地，连亲妈的长相都没看清，就被刘娥直接抱走，塞进了自己的被窝。刘娥对外宣布这孩子是我生的。你可能要问了，赵恒眼瞎吗？满朝文武眼瞎吗？当然不瞎，这就牵扯到了大宋朝廷高层一次心照不宣的内幕交易。赵恒太需要一个继承人了，而他更需要一个能帮他搞定朝政、安抚后宫的贤内助当皇后。刘娥唯一的短板就是没儿子，现在儿子有了，虽然不是亲生的，但只要皇帝认，谁敢说不是？这其实是赵恒和刘娥这对政治合伙人联手给大宋朝文官集团演的一出双簧。董事长为了提拔自己的心腹大秘当总经理，强行把别人的业绩算在了他的头上。至于那个真正的亲妈李氏，她的命运可以说是整个事件里最让人背脊发凉的一环。她没有被害，也没有被打入冷宫，甚至后来还被封了妃子，但她得到了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无形禁令：永远闭嘴，永远不许认亲。一个刚生下孩子的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板把亲生骨肉抱走，自己还得跪在地上高呼皇后娘娘万岁。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李氏就在皇宫的另一个角落里默默活着，看着自己的儿子在刘娥的膝下承欢，看着儿子一步步走向皇位，却连一句我是你妈都不能说。这种软刀子割肉的钝痛，比戏文里那种直接杀人灭口要残酷10000倍。为了把这场戏演得毫无破绽，刘娥还拉了一个合伙人，就是后宫里另一个没心机的杨淑妃。刘娥很聪明，她知道自己平时忙于帮皇帝处理政务，没那么多精力带孩子，就让她来当这个孩子的养母，这就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利益铁三角。皇帝出让血统，证明刘娥获得名分和政治筹码，杨淑妃分到抚养权和未来的太妃待遇。至于亲妈李氏，直接被整个系统物理隔离了。那么前朝的文官集团难道就真的被蒙在鼓里吗？其实那帮老狐狸心里跟明镜似的。宰相王旦那帮人个个都是人精，后宫里一个大活人怀胎10月，是谁的肚子在变大，他们能打听不出来，但他们选择了集体失明。为什么？因为大宋朝当时正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节骨眼上，皇帝身体越来越差，北方还有个虎视眈眈的大辽国，刚刚签完 IA 渊之盟，国家最需要的是稳定，是一个合法的皇位继承人来安抚人心。既然老赵家有后了，管他是从哪个肚子里爬出来的，只要皇帝说是刘娥生的，那就是正统。政治有时候就是这样，大家都在看破不说破的默契中
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这就叫大局观。在这个大局面前，一个后宫宫女的母子亲情连个屁都算不上。靠着这个抢来的婴儿，刘娥终于拿到了通往后宫最高权力的入场券。有了这张王牌在手，赵恒底气硬了，直接在朝堂上摊牌，要立刘娥为皇后。可大宋朝的文臣是什么脾气？那是敢拽着皇帝袖子，对着皇帝脸上喷口水的物种。没错，我说的就是包拯。他的故事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一听要立个敲小鼓卖唱的当国母，这帮自诩清流的大臣全炸了。当时的头号反对派是参知政事赵安仁，这老头脖子一梗，当场就顶了回去，说皇后是天下之母，必须得是名门望族，比如前朝宰相沈伦的孙女就很合适。这话什么意思？这不就是指着刘娥的鼻子骂她是个街头要饭的下贱坯子吗？赵恒当时脸就绿了，可面对这帮引经据典的老古董，他又没法反驳。这时候刘娥显现出了她可怕的政治嗅觉，她拦住了在后宫无能狂怒的赵恒，跟他说，跟这帮清流硬刚是没有好下场的，咱们得换个玩法。怎么玩？就是发动一场大宋朝历史上最荒诞、最不要脸的国家级造神运动，史称天书造假案。这事儿得从干的渊之盟说起。那年大宋和大辽签了和平条约，每年给点岁币买平安。虽然不用打仗了，但赵恒总觉得这事儿办得窝囊，晚上睡觉都觉得祖宗在骂他败家，他太需要一场空前绝后的国家级大祥瑞来给自己洗白，向全天下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刘娥敏锐地抓住了丈夫这种病态的心理需求，跟朝堂上几个出了名的马屁精，也就是后来被骂成五鬼的王钦若、丁谓，暗中达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利益交换。公元1008年正月初3，皇宫的左承天门上突然挂着一条长长的黄绸子。赵恒假模假式的把满朝文武叫过来，红光满面的说，我昨晚梦见神仙了，神仙说要给我降下天书。大家抬头一看，哎呦，还真有。那帮清流大臣心里直骂娘，心说皇上你当我们瞎吗？这明明是你派太监半夜爬上屋顶挂上去的。可是王钦若这帮人早就准备好了，带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得那叫一个撕心裂肺，高呼万岁。宰相王旦是个要脸面的人，本来想站出来揭穿这场闹剧，结果赵恒早就留了一手，暗中赏了王旦一瓶上好的美酒。王旦回家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根本不是酒，而是满满一瓶子稀世珍珠。这叫什么？这就叫国家级封口费。拿了人家的手短，王旦只能闭上眼睛，跟着大家一起磕头。整个大宋朝廷的最高决策层就这样在皇宫门口演了一出集体降智的荒诞剧。这场大戏跟刘娥当皇后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皇帝既然是老天爷罩着的，那天书里稍微夹带点私货不就行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全国造神运动中，刘娥不仅是后宫的总导演，还是最大的受益者。他通过王钦若和丁谓这帮人的手，对朝堂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你赵安仁不是嫌弃我出身低贱吗？行，丁谓随便找个由头，直接把赵安仁贬官赶出了京城。那些敢于对刘娥封后说不的清流大臣，一个接一个的被扣上对天书不敬或者办事不力的帽子，统统被踢出了权力中心。就这样，刘娥踩着一具具清流大臣的政治尸体，硬生生地趟出了一条血路。那些讲究门第、讲究规矩的老头子们，在这场由皇帝亲自带头、流氓文人冲锋陷阵的无耻狂欢中，被彻底打垮了。到了公元1012年，阻碍刘娥的所有绊脚石都被清扫得干干净净。44岁的刘娥，从一个四川街头的流浪卖唱女，终于换上了大宋朝最华丽的皇后礼服，堂而皇之的坐在了国母的宝座上。
这在大宋朝的历史上简直就是个无法复制的阶层跨越奇迹。但刘娥根本没时间去享受胜利的果实，因为随着她坐稳后座，另一个巨大的黑洞正在赵恒那张日渐枯槁的病床前悄悄张开大嘴。到了公元1020年，这位曾经风流倜傥，和刘娥在地下出租屋里畅谈人生的宋真宗赵恒已经彻底垮了。他不光是身体不行了，更可怕的是精神出了大问题。常年沉浸在天书造假的狂热里，天天忽悠老天爷，最后把自己也给忽悠瘸了。赵恒晚年经常无缘无故发疯，一会儿说自己看见了神仙下凡，一会儿又觉得有人要谋害他，整宿睡不着觉，简直就是个重度迫害妄想症患者。大宋朝这艘巨轮的掌舵人，现在变成了一个疯批。这时候的太子赵祯，也就是后来那个鼎鼎大名的宋仁宗，才仅仅10岁，一个10岁的娃娃懂什么国家大事？老爹疯了，儿子小，整个大宋帝国的烂摊子轰的一下全砸在了刘娥一个女人的肩膀上。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刘娥这15年的地下党生涯，还有后面在后宫疯狂批阅奏折练出来的基本功，全在这一刻派上了用场。面对一个神志不清的丈夫，面对满朝那些随时准备落井下石的文官，刘娥展现出了可怕的理智。她不哭不闹，干脆利落地接管了所有政务。每天赵恒在病床上胡言乱语，刘娥就在外间冷静地批阅来自全国各地的加急文件。这画面太魔幻了。名义上的皇帝是个精神有问题的人，真正干活的管家却是个曾经的街头卖唱女。但这事儿落在大宋朝那帮硬骨头文臣眼里，简直就是天塌了。大宋朝的政治规矩是什么？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现在你一个后宫女人，天天坐在皇帝床头替老板发号施令，这还得了？于是一场针对刘娥的高端职场大清洗，或者说是一场凶险的政治暗杀，开始在朝堂的阴暗角落里秘密筹划。带头搞事的是谁？是当时的大宋朝第一猛人寇准。寇准这老头大家都知道，当年干冤之盟的时候，就是他死拉硬拽把赵恒弄到前线去亲征的。这老爷子脾气火爆，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他看着刘娥一天天做大，心里那个急呀。寇准暗地里串联了一帮朝廷重臣，准备玩一把大的。他们准备直接让神志不清的赵恒提前退休，逼他退位当太上皇，然后把10岁的太子推上前台，由他们这帮文官集团成立一个辅政委员会，彻底架空刘娥。这就相当于董事会要联手罢免现任执行总裁，还要把总裁的老婆一起扫地出门。这计划要是成了，刘娥的下场绝对比死还惨。可寇准千算万算，算漏了一个人，大宋朝第一流氓政客丁谓。丁谓这人是个没底线的天才，干正事不行，但搞内斗、拍马屁绝对是宗师级别。寇准本想把丁谓也拉入伙，因为丁谓当时也是朝廷核心圈子的人。可是丁谓那2把刷子转得太快了，他一盘算，跟着寇准干事成了自己也就是个跟班的。可要是把寇准给卖了，去抱刘娥的大腿，那这从龙之功可就大了去了。丁谓是个看风使舵的绝顶高手，他连夜顺着宫墙根摸进后宫，把寇准的政变计划一字不落的全盘托出。刘娥当时正坐在案台前批折子，听到这个要命的消息，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手里的朱砂笔照样往下勾。一个在京城隐秘小院里提心吊胆藏了15年，天天在刀尖上跳舞的女人，什么风浪没见过？寇准想掀桌子，那老娘就干脆把整座大殿的屋顶给你掀了。刘娥的反击干脆利落，她根本不跟这帮文人扯皮，而是走到病榻前，趁着宋真宗赵恒难得清醒的那一小会儿，
三言两语把老皇帝说点了头，顺理成章地搞到了一份盖着大宋玉玺的圣旨。这东西一到手，杀局就不好了。第二天一早，朝堂大门一开，丁谓带头跳出来发难。这哪里是朝堂议事，这根本就是一场单方面的政治屠杀。寇准这老头脾气火爆了一辈子，直来直去，压根没防着丁谓会从背后捅刀子。他连辩解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一连串的圣旨就跟下冰雹一样砸在了他的脑门上。第一道旨意，立刻罢免宰相职务；第二道，直接踹出开封府；紧接着就是连环贬官，一路往南赶，最后硬生生被发配到了雷州，大概就是现在广东湛江一带。宋代的时候往南走，到处是毒虫瘴气，去雷州基本就等于是判了死缓，大宋朝最硬的一块骨头。前一天还琢磨着怎么废太后，后一天就成了朝不保夕的流放犯。刘娥甚至连面都没露，就安安稳稳地坐在那层薄薄的帘子后头，轻描淡写的把这个帝国顶级的政治猛兽给敲得粉碎。寇准这一走，朝堂上那些原本跃跃欲试想跟刘娥掰手腕的文官们瞬间鸦雀无声。大家终于明白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这位坐在皇帝病榻前的女人不仅是个心狠手辣的政治玩家，还是个对规则玩得比他们还溜的高手。踢走了寇准，刘娥算是在高层扫除了最大的障碍，但是帮着他干掉寇准的那个丁谓却开始飘了。丁谓觉得寇准是我帮你弄走的，皇帝是个半死人，你刘娥不过是个懂点文墨的女人，这大宋朝以后的天下不就是我丁谓说了算吗？丁谓开始在朝堂上结党营私，连刘娥送出来的奏折他都敢私自扣下不发，简直把自己当成了太上皇。他以为自己拿捏住了刘娥，却不知道自己这头自鸣得意的猎物早已经被刘娥送上了断头台的流水线。就在公元1022年的春天，那个饱受精神折磨的宋真宗赵恒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临死前，他留下了一份让整个大宋朝廷炸锅的遗诏。遗诏上写得清清楚楚，太子赵祯即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军国大事权取皇太后处分。这最后一句翻译成现代大白话，就是以后大宋朝的所有军政大权全归刘娥这个寡妇管。这时候的太子赵祯才刚刚13岁，13岁是个什么概念？搁现在也就是个刚上初中的毛头小子。丁谓一看这局势，心里乐开了花。在他看来，老皇帝死了，小皇帝是个傀儡，太后是个只会看奏折的内廷女，这大宋朝的硬把子不就等于是落到了他这个当朝宰相的手里了吗？丁谓开始飘了。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量身定制了一套大宋职场汇报制度。他规定以后大臣们有事不能直接给太后和小皇帝上奏折，必须先交给他丁谓审查，他丁谓批完了，觉得可以给太后看的，太后才能看。这叫什么？这叫从物理层面上彻底切断了最高决策层的信息来源。刘娥坐在帘子后面，看着丁谓在朝堂上唾沫横飞地发号施令，他没有发火，也没有拍桌子，他太清楚丁谓这种人了，这人就是条毒蛇，你打蛇打不死，反倒会被咬一口。对付这种顶级权臣，必须做到一击毙命。刘娥选择了一个常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战术，装死。整整几个月的时间，刘娥在朝堂上一言不发。丁谓送来什么折子他就批什么，丁谓提拔什么人他就盖什么章。丁谓甚至狂妄到了什么地步，他跟别人喝酒的时候公然说自己不仅是宰相，还是太后和小皇帝的摄政王。这话传到刘娥耳朵里，刘娥依旧是不动声色，只是默默地在丁谓的罪行簿上又记了一笔。老天爷总是会眷顾有耐心的人。丁谓的死穴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当时朝廷有一项国家级重点工程，就是给刚死的老皇帝修陵墓。
这工程本来是丁谓主管的，他派了个心腹太监叫雷允公去现场督工。这雷允公也是个想立功想疯了的奇葩，他到了现场一看，觉得原来风水大师定的墓穴位置不够好，非要自作主张把墓穴往上移了100步，这在古代可是杀头的大罪。给皇帝修陵，那风水是能随便改的吗？底下干活的工匠挖着挖着，出事了，地下挖出水了。皇帝的棺材要是泡在水里，大宋朝的龙脉不就断了吗？这事儿根本捂不住。底下的官员连滚带爬地跑回京城告状。丁谓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雷允公是他的人，这事儿要是追究起来，他这个主管宰相绝对跑不了。丁谓这时候展现出了一个流氓政客的本色，他不仅不认错，反而动用宰相的权力，把那些告状的官员通通抓了起来，准备杀人灭口，强行把这件事压下去。他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但他忘了这皇宫里到处都是刘娥安插的眼线。当年那个在开封街头摸爬滚打的刘娥，当年那个在地下室里经营了15年情报网的刘娥，终于等到了最佳的出手时机。刘娥没有自己动手，他找到了当时朝堂上的一个硬骨头，叫王增。王增这个人是个直肠子，平时最看不惯丁谓那种溜须拍马的作风。刘娥暗中派人把雷允公挖出水的确凿证据送到了王增手里。王增一看，眼睛都红了，拿着证据直接冲进皇宫，跪在刘娥和小皇帝面前，痛哭流涕地把丁谓和雷允公的罪行揭了个底朝天。大网收紧了。第二天早朝，丁谓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走到皇宫门口，结果发现宫门紧闭，守门的禁军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冷冷地甩出一句话：太后有旨，丁大人今日不必入宫了。丁谓当时的脑子嗡的一下就炸了。他在政坛上混了这么多年，太清楚这句话背后的分量了。不见面就意味着没有任何解释的机会，就意味着判决已经下达。他在宫门外转了几十个圈，冷汗把朝服都湿透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这几个月来引以为傲的权倾朝野，不过是那个女人冷眼旁观下的一场猴戏。刘娥的动作快得让人胆寒，他根本没给丁谓任何反扑的机会。雷允公直接被杖毙，丁谓被抄家，全家老小一个没落，全被流放。流放去了哪儿？崖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三亚。在宋代，去海南基本就是判了死刑，那个地方瘴气熏天，去了就回不来。大宋朝第一流氓政客就这样在刘娥的连环杀招下输得倾家荡产，连条底裤都没剩下。丁谓一走，满朝文武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帮平时眼睛长在头顶上的文臣们，终于用敬畏的目光重新打量起坐在帘子后面的那个女人。从寇准到丁谓，大宋朝最顶级的2位大佬，一个主战派领袖，一个权谋派宗师，在这短短的1年时间里，全折在了一个没上过几天正经学堂的寡妇手里。到了公元1022年下半年，大宋朝正式进入了刘娥的时代。小皇帝赵祯按部就班地当着他的提线木偶，而刘娥则开启了他长达11年的垂帘听政。可是刘娥很快就发现，干掉1、2个权臣只是开胃菜，他真正要面对的是一个比权臣可怕100倍的庞然大物，那就是大宋朝的文官集团。大宋朝的文官，那是经过太祖、太宗2代人精心培育出来的一群怪物。他们不怕死，不怕穷，就怕在历史上留不下骂皇帝的美名。你敢杀他们，他们不仅不求饶，反而会觉得这是一种无上的光荣。这帮人平时互相掐架，但只要遇到皇权扩张，或者遇到像刘娥这种不合规矩的后宫干政，他们就会立刻抱团，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铁桶阵。刘娥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他上朝的时候，
按照规矩，必须在皇帝身后拉起一道厚厚的帘子，大臣们在下面汇报工作，刘娥在帘子后面听。这种物理上的隔离，其实就是文官集团对他的一种蔑视。他们觉得你一个女人懂什么国家大事，我们在下面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听着盖章就行了。头几次开会，那帮文官确实是这么干的，他们引经据典，满嘴的仁义道德，三皇五帝，一件屁大的小事，能从盘古开天地给你扯到孔孟之道，目的只有一个，用繁琐的儒家话术把刘娥绕晕，让她知难而退，乖乖交出权力。但刘娥是谁？她是从底层一路厮杀上来的，她最恨的就是这种不办实事，只讲大道理的职场老油条。她没有跟这帮文臣辩论经史子集，因为她知道论吵架她吵不过这帮专业喷子。她采取了一个非常简单粗暴但极其管用的办法查账。刘娥把当年留美那个地下情报网全面升级了，她让人画了一张图，叫百官图。这张图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朝廷所有重要官员的名字、出身、社会关系，最关键的是上面写着这些人的把柄，谁家强占了民田，谁在外面养了小老婆，谁收了地方官的黑钱。刘娥在帘子后面摸得一清二楚。有一天早朝，一个言官跳出来义正辞严地指责刘娥在后宫开销太大，不符合勤俭节约的祖宗规矩。这人说的唾沫横飞，底下一帮大臣在那点头附和。刘娥静静地听他讲完，突然从帘子后面递出来一张纸条，让太监念。那纸条上写着什么？写着这个言官上个月在京城最豪华的酒楼里摆了3天宴席，花了多少贯钱，请了几个歌妓，甚至连歌妓的名字都写得一字不差。太监那尖细的嗓音在死寂的朝堂上回荡。那个刚才还大义凛然的言官双腿一软，直接瘫在了大殿的青砖上。从那以后，朝堂上的风气变了，那帮文臣再也不敢在刘娥面前扯淡了，因为他们不知道那层薄薄的珠帘后面到底藏着多少双盯着他们私生活的眼睛。刘娥用一种最市侩、最底层的手段，硬生生地把这群自命清高的士大夫从道德的神坛上拉了下来，按在地上疯狂摩擦。他打破了那种虚伪的君臣共治的幻象，建立起了一套基于绝对信息压制的恐惧统治。在这个孤儿寡母的屠龙局里，刘娥没有用刀，却把满朝文武的脊梁骨敲得粉碎。他不仅稳住了大宋的江山，更让那个年幼的宋仁宗在一个绝对安全、没有权臣掣肘的环境里慢慢长大。但政治这盘棋从来都是杀敌1000，自损800。刘娥在朝堂上大杀四方的同时，她自己也陷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权力焦虑中。她把大宋朝打理得井井有条，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老百姓私下里甚至开始偷偷叫她女中尧舜，这个称号是对一个古代统治者最高的赞誉。可是站在权力之巅的刘娥，看着一天天长大的赵祯，心里的那个黑洞却越来越大。赵祯越来越懂事了，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皇帝了。这就意味着刘娥交出权力的那一天正在倒计时。一个享受过绝对权力的人，是绝不可能甘心情愿地退回到后宫去绣花的。刘娥那颗压抑了半辈子的野心，终于在权力的滋养下破土而出，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他看着龙椅上的小皇帝，脑子里开始盘旋着一个让他自己都感到心惊肉跳的名字——武则天。这个名字一旦在脑子里扎了根，就像野草一样疯长。你想想，刘娥从一个成都街头的流浪儿一路干到了大宋帝国的实际掌舵人，这中间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白眼，防了多少暗箭。现在这大宋的江山，这太平盛世，有一大半是他拿命熬夜批奏折拼出来的。凭什么到了最后，要把这至高无上的权力
乖乖交还给一个小屁孩。可是看着身边这个一天天长大的小皇帝赵祯，刘娥的心里充满了矛盾。这就引出了大宋朝宫廷里最让人窒息的一段母子关系。赵祯这孩子，也就是后来的大宋第一人君宋仁宗，他这童年过得那叫一个惨。你们别看他后来在历史上名声极好，脾气温和的像泥人，那其实都是被刘娥给生生憋出来的。刘娥对赵祯的教育简直就是大宋朝最极端的虎妈模式，而且是不带丝毫温情的军事化管理。刘娥给赵祯配的老师全是大宋朝最古板、最认死理的清流老学究。这帮老头每天天不亮就把小皇帝从被窝里拽起来，一字一句的教他背四书五经，讲祖宗规矩。刘娥不仅管他的学习成绩，还全方位无死角地监控他的私生活。赵祯身边哪怕是一只母蚊子飞过去，刘娥都要查清楚底细。赵祯要是稍微多看哪个漂亮的宫女一眼，第二天这个宫女就会从皇宫里彻底消失，连个渣都不剩。刘娥在用一种极其冷血的方式斩断赵祯身上所有的软肋。在他眼里，皇帝不需要爱好，不需要感情，只需要像一台精密的政治机器一样运转。这种令人发指的控制欲，表面上看是为大宋培养一个完美的接班人，但实际上这是刘娥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她怕什么？她怕赵祯脱离她的掌控，她更怕那个被她锁在深宫角落里的秘密曝光。那个秘密就是赵祯的生母李妃。虽然李妃被物理隔离了，这事儿在朝堂上也是个公开的秘密，但只要没人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刘娥就是大宋朝名正言顺的皇太后。刘娥每天看着赵祯那张越来越像李妃的脸，心里的恐惧就多增加一分。她只能变本加厉地折磨这个孩子，用绝对的权力在他心里种下恐惧的种子，把他变成一个在精神上被自己彻底阉割的听话木偶。赵祯就是在这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母爱中长大的。他没有童年，没有朋友，更没有反抗的资本。他学会了什么？他学会了忍。他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愤怒都死死地压在心底最深处，脸上永远挂着那副温顺恭敬的笑容。这也造就了他后来成为大宋朝最能忍的皇帝。连言官把唾沫星子喷到他脸上，他都能笑着拿袖子擦干。这不是天生脾气好，这是童年创伤留下的严重应激反应。日子一天天过去，小木偶终于长大了。按大宋的规矩，皇帝成年了，太后就该撤帘归正，回后宫养老去。可刘娥坐在那张龙椅旁边，屁股就像拿强力胶粘住了一样，压根没有挪窝的意思。满朝文武开始嘀咕了，这太后是不是想造反啊？刘娥不仅不退，她还要疯狂地试探这帮文臣的底线。有一天，刘娥在朝堂上看似随口问了一个极其要命的问题。她坐在帘子后面，冷冰冰地问底下的大臣：你们觉得唐朝的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人？这问题一出，整个朝堂安静的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所有大臣的后背瞬间就被冷汗打湿了。大家心里都在骂娘，心说：太后，你这是在拿刀子架在我们脖子上逼我们表态啊！这时候，大宋朝的硬骨头站出来了。当时的参知政事鲁宗道这老头人，送外号鱼头参政，意思就是又臭又硬。鲁宗道脖子一梗，冷冷地回了一句：武则天是唐朝的罪人，差点断送了李唐的江山。这句话就像一个响亮的大耳刮子，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直接抽在了刘娥的脸上。刘娥当时没发作，但她心里的那团火不仅没灭，反而越烧越旺。文官集团越是防着她当武则天，她就越想证明自己有这个资格。于是在这场权力的拉锯战到了白热化的时候，刘娥走出了她人生中最疯狂也最具破坏性的一步棋。公元1033年，
大宋朝要举行一场国家级的最高祭祀大典，要去太庙祭拜老赵家的祖宗。按照规矩，只有皇帝才能穿着最隆重的衮服去祭祀。这衮服就是皇帝专用的龙袍，上面绣着龙、太阳、月亮这些象征绝对皇权的图案。刘娥突然下了一道让整个大宋帝国为之震颤的旨意，他说这次祭祀太后要穿皇帝的衮服去。这道旨意一出，大宋朝的文官集团彻底疯了。你一个外姓女人，不仅霸占着朝政不放，现在居然要穿上皇帝的制服去祭拜老赵家的列祖列宗，这不仅是僭越，这是把大宋朝所有男人的脸扔在地上踩。礼部的大臣们排着队上书抗议，各种引经据典把你骂得狗血淋头，有的言官甚至扬言要一头撞死在太庙门口，用血来洗刷这份屈辱。刘娥坐在深宫里，冷冷地看着这帮群情激愤的文臣。他知道，真要把这帮人逼急了，大宋朝马上就会分崩离析，但他不想退缩。这件衣服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件布料，更是他这辈子从街头流浪儿走到帝国主宰，所有委屈，所有野心，所有心血的最终物化象征。他必须穿上它，哪怕天下大乱。最后，在这场几乎要掀翻大宋屋顶的政治博弈中，双方达成了一个极其可笑又极其现实的妥协。文官集团捏着鼻子同意刘娥穿衮服，但开出了一个死条件，衣服上的图案必须剪掉2样。到底是哪2样？是宗仪和枣。这2样东西听着挺玄乎，但你扒开古代礼制的外衣，里面全是大宋文官集团的职场小心机。咱们先说宗仪，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古代太庙里祭拜祖宗用的高级酒杯，上面通常画着老虎和猴子。这酒杯印在衣服上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是老赵家名正言顺的大家长，是这片江山的合法拥有者，只有你才有资格给祖宗端这杯酒。那帮文臣拼了老命也要把这个酒杯图案从刘娥的衣服上抠下来，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你刘娥就算手眼通天，就算你把龙袍穿在身上，你终究是个姓刘的外姓人。大宋朝这本户口簿上，户主那一栏永远只能姓赵。再说那个枣，枣就是水里的水草，在古代典籍里，这水草象征着冰清玉洁，代表着皇帝拥有天底下最高的道德解释权。这帮读书人把水草图案也给强行拽了，其实就是在拐弯抹角的恶心刘娥。他们不敢明着骂，就用这种暗戳戳的方式表达不满。潜台词就是你一个结过婚，要过饭，还霸占着朝政不还的后宫女人，就别在我们面前装什么道德楷模了。所以你看这帮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下手有多阴损。他们表面上迫于刘娥的铁腕捏着鼻子认了怂，同意你穿龙袍过过干瘾，背地里却在这件衣服的核心层面上动了手脚。一件好好的男款最高皇权定制版龙袍，硬生生被他们拿剪刀剪去了最核心的部分，强行阉割成了一件自欺欺人的太后特供版工作服。这衣服穿在刘娥身上，外面的老百姓看着是威风凛凛的皇帝，可满朝文武心里都清楚，这不过是大宋朝皇权和相权互相妥协出来的一场黑色幽默。这是多么可悲的一幕啊！这件剪了配的龙袍穿在刘娥那具已经渐渐老去的身体上，显得既威严又悲凉。他站在太庙前，俯视着底下那些低着头但眼神里充满戒备的群臣，距离那个至高无上的女皇宝座真的只有半步之遥了。只要他再往前迈一步，大宋的历史就要重写。可就在这最关键的节骨眼上，他停住了。为什么没跨出这最后半步？因为刘娥是个绝顶聪明的现实主义政客，他比谁都清楚大宋朝的政治底层逻辑。当年唐朝的武则天为什么能当女皇？那是借了关陇贵族集团内讧的东风。
加上唐朝那种胡风习气，女人当家还能说得过去。可大宋朝是什么做派？大宋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帮文官全是从科举考场上杀出来的做题家，他们没有世袭的爵位，他们手里唯一的武器就是那套能把人活活砸死的儒家道统。你杀寇准，杀丁谓，那是权力斗争，是朝堂内卷，文官集团捏着鼻子也就认了。可你要是敢把老赵家的招牌摘了，换成你们老刘家的字号，那性质就彻底变了。这帮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会瞬间化身为一群不要命的疯狗。你杀一个，后面会有10个排着队来撞太庙的柱子。在宋朝当烈士，那是能进文庙吃冷猪肉的无上光荣。刘娥就算手里握着刀，也砍不绝这源源不断的读书人。更要命的是，刘娥自己心里也有一本非常清晰的账。她是个没有亲生儿子的高龄寡妇，就算她今天真把龙袍穿在身上，把国号改了，明天她一死，皇位传给谁？传给娘家人吗？她那个当年卖她的便宜哥哥刘美早就死了。刘家根本没有能镇得住场子的人物，一旦他咽气，老赵家那帮宗室和满朝文武绝对会把刘家满门抄斩，连条狗都不会放过。刘娥太爱这个国家了，这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大宋朝这座江山是他陪着宋真宗熬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批了无数本奏折，硬生生撑起来的。他就像一个极其护食的 CEO， 把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做成了世界500强。他极度享受这种掌控一切的快感，想要最高的年薪，想要最大的办公室，甚至想要老板的专属停车位，但他绝对不想把这家公司给一把火烧了。所以当朝堂上那些极其会投机钻营的小人试图把他往悬崖边上推的时候，刘娥保持了清醒。当时有个叫程琳的大臣，为了拍太后的马屁，偷偷画了一幅武后临朝图，也就是唐朝武则天的临朝听政图，献给了刘娥。这意思很明白，太后您就顺应天意，干脆学武则天称帝得了。这要是换了定力差一点的，可能就顺坡下驴了。但刘娥看到这幅画，直接把它扔在了大殿的青砖上。她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着那幅画冷冷地甩出了一句话：我绝对不会干这种辜负赵家恩情，死后还要被人戳脊梁骨的蠢事。这句话一出来，大宋朝的文官集团集体长舒了一口气。他们终于明白，这位把他们按在地上摩擦了11年的铁腕太后，心里终究还是有一条不能碰的红线。她有武则天的手腕，有武则天的心机，甚至有武则天的野心，但她唯独没有武则天那种为了皇位可以杀光所有亲人的毒辣。这就是史书上后来给她定调的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吕指的是汉朝的吕后，武就是武则天。刘娥要的是绝对的实权和生前那种无限接近皇帝的体面。至于那张写着女皇的虚名执照，她选择撕得粉碎。但这并不意味着刘娥就此放过了那个被她压制了10几年的小皇帝赵祯。随着刘娥的身体越来越差，那种濒临死亡的恐惧感让她对权力的抓取变得更加神经质。她虽然放弃了称帝，但她绝不允许赵祯在她活着的时候有一丝一毫的翻盘机会。直到公元1033年的春天，这位统治了大宋帝国11年的铁腕太后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刘娥病重的时候，整个开封府上空都笼罩着一种诡异的紧张气氛。老太后要不行了，可皇室里那个最大的地雷，那个关于小皇帝亲生母亲的惊天大秘密，还死死地埋在地下。刘娥躺在病榻上，脑子却转得比任何时候都快。她知道自己一死，那层窗户纸必然会被捅破。到了那个时候，赵祯一旦知道自己认贼作父了这么多年，亲生母亲还在皇宫里受苦，甚至默默死去，这种被压抑了20多年的仇恨一旦爆发，
刘娥的娘家人和她死后的名声必将面临灭顶之灾。所以在临死前的几个月，刘娥干了一件事，那是她给自己身后安排的终极防御系统。这事还得从1年前说起。那个被软禁了一辈子的皇帝真正生母李妃，终于在冷宫里熬干了最后一滴血，病死了。李妃死的时候，刘娥本来打算按照普通的宫女规格，随便找个席子卷了埋在宫墙外头就算了。这时候，大宋朝最顶级的政治家之一宰相吕夷简站了出来。这吕夷简是个能在鸡蛋里挑骨头的人精，他看出了刘娥心中的那份侥幸。吕夷简没有在朝堂上公开顶撞刘娥，他选择了一种最隐秘但也最致命的沟通方式。他直接找到了负责处理李妃丧事的太监总管，冷冷地说了一句：如果你想刘氏一族将来不被满门抄斩，就回去告诉太后李妃的丧事必须厚葬。刘娥听到吕夷简传来的这句话，那颗在政治斗争中千锤百炼的心猛地揪紧了。他瞬间明白了吕夷简的弦外之音，这就是文官集团给他下的最后通牒。我们知道秘密，皇帝还不知道。现在你把事情做绝，将来谁也保不住你。刘娥是个聪明人，他立刻调整了策略。他下令用极其隆重的规格来安葬李妃，但这还不够。刘娥甚至亲自交代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他让人给李妃穿上了皇太后级别的冠服，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他命令太监在李妃的棺材里注满了水银。为什么要注水银？在古代，水银是用来防腐的。刘娥太清楚了，她死以后，赵祯知道真相的第一件事绝对是去挖李妃的坟，去开棺验尸。如果李妃是被草草下葬的，如果尸体腐烂不堪，或者身上有什么被虐待的痕迹，那赵祯的怒火就会瞬间烧毁刘娥苦心经营的一切。刘娥就是要用水银把李妃死时的那份尊荣，那份完好无损的太后装扮，永远冻结在棺材里。这就等于给未来的赵祯留下了一个盲盒，一个决定着大宋朝政局走向的死亡拆盲盒游戏。安排好这一切后，刘娥终于支撑不住了。她躺在那个曾经见证了她无数次批阅奏折的深宫里，回首自己这波澜壮阔的一生，从成都街头那个拿着拨浪鼓的卖唱女，到大宋皇宫里穿着龙袍祭祖的帝国主宰，她赢了所有人，却最终输给了时间，输给了那个根本无法改变的血缘诅咒。就在她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一刻，那个被压抑了23年的小皇帝赵祯，终于颤抖着站了起来。大宋朝的政治版图即将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这场地震的引爆点，就在刘娥闭眼的那一瞬间被彻底点燃了。赵祯当时哭的那叫一个伤心。23年的养育之恩虽然严苛，但他毕竟把刘娥当成了亲妈。可就在他抹眼泪的时候，大宋朝廷里那帮憋了10几年的八卦党终于忍不住了。这时候跳出来的是那个平时天天装疯卖傻，躲避刘娥锋芒的皇叔赵元衍。这名字大家可能听着耳生，但他有个响当当的民间头衔，他就是老戏文里常唱的那个八贤王。戏台上的八贤王手里拿着太祖皇帝赐的金锏，上打昏君，下打谗臣，那是何等的威风凛凛。但在真实的历史里，这位八王爷在刘娥手底下怂得简直没法看。刘娥掌权这10几年，赵元衍为了保住脖子上的脑袋，硬生生把自己演成了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他天天在王府里闭门不出，不仅装疯卖傻，甚至连个正常人的动静都不敢出。可是刘娥前脚刚咽气，这位装了10几年孙子的皇叔后脚这病立马就好了。他不仅不疯了，还精神抖擞地冲进皇宫，跑到刚死了养母的小皇帝赵祯面前，干脆利落地扔下了这颗足以把大宋朝堂炸翻天的惊天大雷。他告诉小皇帝：陛下，太后根本不是您的亲妈，您的亲妈是李妃，而且李妃死得不明不白，
八成是被太后给毒死的。赵祯一听，只觉得天旋地转，五雷轰顶。他从小到大构建的世界观，在这一秒钟彻底崩塌了。自己叫了20多年的娘是个假的，真娘不仅在皇宫里受了一辈子苦，还极有可能是被害死的。这换谁能受得了？赵祯那双平时总是温顺的眼睛，头一次爆发出让人胆寒的杀气。他立刻下了一道冷血的命令，派兵死死包围刘氏家族所有的府邸。只要开棺验尸查出李妃是被谋杀的，刘家满门抄斩，一个活口都不留。赵祯亲自带着人风风火火地赶到李妃下葬的洪福院，几百个禁军拿着铁锹，硬生生把坟给挖开了。沉甸甸的棺材被抬出来的那一刻，全场死一般的寂静，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赵祯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棺材盖被工匠们缓缓推开，一股刺鼻的水银味瞬间扑面而来。等水银的白气散去，所有人探头往里一看，全傻眼了。躺在棺材里的李妃，不仅没有任何中毒挨打的凄惨模样，反而面容安详。最关键的是，她身上穿的是大宋朝最华丽的皇太后冠服，在水银的浸泡和保护下，李妃显得尊贵无比，仿佛只是睡着了一样。这一幕就像一个响亮的大耳刮子，狠狠地抽在了那些想要挑拨离间、彻底清算刘氏家族的人脸上。也是在这一刻，刘娥生前部署的那道防御机制发挥了它扭转乾坤的作用。赵祯看着亲生母亲那安详的面容和尊贵的装扮，心里的那股怒火瞬间被浇灭了一大半。他扑通一声瘫坐在泥地上，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叹息说：“人言岂可尽信？”意思是外面那些造谣说太后虐待我亲妈的话，全都是放屁。太后虽然霸道，但她保全了我生母的体面。就凭这身太后的衣服，赵祯就没法对刘娥的娘家人痛下杀手。刘娥算准了人性的弱点，算准了赵祯骨子里的那份仁慈，硬是在自己死前用一具填满水银的棺材下出了一步死棋，死死护住了刘家最后的血脉和自己身后的名声。这场横跨大宋朝廷几十年的权力大戏，到这里终于落下了帷幕。刘娥这个女人，可以说是把古代政治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演绎到了极致。你说她是好人吗？绝对不是。她把卖掉自己的前夫哥拉来当白手套，她抢别人的儿子当政治筹码，她踩着无数清流文臣的尸骨爬上高位，她对赵祯的控制更是让人感到窒息。为了权力，她可以说是心狠手辣，但你能说她是个坏人吗？好像也不能。她接手大宋江山的时候，皇帝是个精神状态极不稳定的病人，太子是个还在吃奶的娃娃，北方强敌环伺，朝堂内暗流涌动。是他用那双敲过波浪鼓的手，硬生生扛起了整个帝国。他终结了天书造假的荒唐闹剧，他稳定了朝局，他轻夺薄赋，让大宋的老百姓过上了安稳日子。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权力的最高峰，在那个充满诱惑的武则天剧本面前，他守住了底线。他没有让大宋陷入血流成河的改朝换代，他要的只是生前的风光和实权，却把一个完整无损、国库充盈的大宋江山完完整整地交还给了老赵家。后来大宋朝的那些老古董文臣，包括司马光那么刻薄的一个老头，在写史书的时候都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刘娥是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这评价太绝了。他有掀翻整张牌桌的能力，却在最后一刻选择了维护游戏规则。她是个从四川街头泥潭里爬出来的流浪女，却最终成了大宋帝国最坚实的护城河。历史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童话故事，它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权力的深渊边缘疯狂试探、挣扎求生的记录。当刘娥穿着那件剪了配的龙袍闭上眼睛的时候，
大宋朝那段波澜壮阔的太后时代，也就跟着那具盛满水银的棺材一起，被永远地钉死在了历史的长河里。今天的故事咱们就讲到这里，欢迎关注、评论、点赞，咱们下次再会。